或许年少时的爱情就像冬末绽放的梨花，看起来是那么的纯洁和唯美，可早结的果实很难会甜，甚至苦得让人难以下咽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984年的老电影《大桥下面》。故事讲述了在80年代的老上海，妙龄女子秦楠和父亲相依为命，生活在破旧的弄堂里。貌美如玉的她靠着替人裁衣缝补勉强为生，而摊位时常阻拦到街坊的出行，特别是隔壁邻居那威风凛凛的3轮车，一天要进出好几次，所以管理员便要没收她的营业执照。正为此发愁之际，修单车的高志华让秦楠将摊位摆在自己家门口。平日里无论是大小事情，志华都会来主动帮忙。而高母看秦楠每日在外风吹日晒，更是让他直接搬到屋里做衣服。但高母这般热情是因为儿子志华30岁了还在打光棍，如今见秦楠生得眉目如画，性格温柔娴静，做事又勤快，便满心希望她成为自家的儿媳妇。为了表示感谢，秦楠也时常为志华缝补衣服，一来二去，两人便暗生情愫。但秦楠总是忽冷忽热，让人难以琢磨。另外，秦楠每月至少要往苏州乡下跑2趟，但别人问起时，他总是含糊其辞地敷衍一番。左邻右舍对此是议论纷纷，猜测这其中必有文章。原来秦楠虽然没有结婚，但却有个儿子寄养在亲戚家，平日里只要有时间，他就回乡下探望。不过母子相聚的时间总是很短，为了怕东东撵路，秦楠每次都是趁着他熟睡时悄悄离去，而醒来后的东东只能站在大门口，望着妈妈来的路哭个不停。对秦楠来说，每次短暂的相聚都是一种折磨，但因惧怕现实中的闲言碎语，自卑的他只能默默地承受着母子分离的煎熬。不久后，秦楠去送衣服时，认识了善良单纯的女孩肖云。双腿残废的她并没有因为不幸的遭遇而消沉，反而对生活充满了热爱。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深深地触动了秦楠。于是经过一番左思右想，他决定鼓起勇气直面现实，把孩子带回城里一起生活。当面对左邻右舍的关心时，秦楠毫不避讳，直言东东就是自己的孩子，至于他爸爸则早就死了。这一消息顿时在弄堂里炸开了锅，几个长舌妇都在背地里暗骂秦楠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，竟敢把在外生的野种带回家。面对流言蜚语，秦楠只能含着眼泪默默地离开。不过比起往日，他的目光中多出了一丝坚定。与此同时，志华对东东的出现大感意外，并陷入了无尽的苦恼中。高母则一改往日的热情，再也不留秦楠吃晚饭，光碗瓢盆也比往日有了更大的动静。此时三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，就好似那台尴尬多余的缝纫机。这天，东东偷偷把螺丝帽拿去当玩具，志华一时生气就呵斥了2句。这在平时都是很正常的小摩擦，但此时秦楠的内心是无比的敏感，所以拉着东东就要把摊子搬回去。自知失言的志华急忙上去连连道歉。就在抢夺缝纫机时，两人的手不小心交错着按到一起，目光对视的瞬间，秦楠感受到志华的挽留的确是出自真心，于是才答应留下来。而守旧的高母为了儿子的前途着想，便在暗中设法阻拦。他一边放下脸来对秦楠下逐客令，一边给儿子物色了一个国营单位的优秀女孩。可志华非但不去相亲，反而还带着东东去公园游玩，以此表明要和秦楠在一起的决心。说穿了吧，过去您是不知道秦楠有孩子，就说人家这也好那也好，现在知道了就看不起人家了。随你怎么说，妈这是为你好，你可千万不要糊涂。我不糊涂，小妹来信不是也说吗？只要人好，这才是最主要的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外人对我们家指指戳戳的，多难听啊！跟外人有什么相干？这是我自己的事。可你是我儿子，你得听妈的。妈，我什么都听您的，可就是这件事儿，我不能让您的旧思想来决定我的命运。不久后，高母实在拗不过儿子和小女儿的说服，只能松口，答应让秦楠把缝纫机搬回来。这天在附近玩耍的东东迟迟未能回家，秦楠寻遍大街小巷也毫无踪迹，一时间他急得是六神无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志华母子得知消息后，立马帮着到城里四处搜寻，最后终于在医院找到了被自行车撞伤的东东。在治疗期间，
志华就像亲生爸爸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东东。秦南对此大为感动，心里也默默地认定了志华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。待东东出院后，秦南终于打开心扉，将过去的往事对志华一一相告。原来当年在动乱中，秦南的父亲被关，母亲自杀，他也被安排到农村改造。当时集体户里有个男同学叫孟斌，自幼丧母的他靠祖父一手抚养长大，而父亲早已带着继母前往到加拿大经商。由于两人的家庭成分有问题，所以成为了大家排斥和歧视的异类。在不幸的遭遇面前，两人相互同情，相互安慰，逐渐就产生了感情。到了1977年，其他同学都已上调回城，只有秦南和孟斌还没有任何消息。在风雪漫天的除夕之夜，两人就着些许鸡蛋和白酒，度过了一个简陋而特别的夜晚。然而命运弄人，就在秦南怀孕的第3个月，孟斌却在父亲的安排下要移民国外。他说等过去安顿好，就把他们母子接过去。于是秦南就这样傻傻地等着，一直等到孩子快要临产，还是毫无音讯。此时的他仍然不敢相信孟斌会欺骗自己，但已经隐约意识到自己的未来是多么的可怕。肚子越来越大的他没脸在这里将孩子生下来，于是只能前往苏州乡下投靠舅舅。那一日是白雪漫天，一片苍茫，瑟瑟寒风钻进了他的棉袄，刺进了他的骨头，就连心也结上了冰。孩子生下的2年后，秦南从来信里得知了孟斌早已和表姐结婚。他声称这桩婚姻完全是为了父亲的产业发展，自己根本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。至此，秦南终于看清了孟斌这个人渣。他嘴上说着什么身不由己，实则上却自私自利，根本不会考虑给别人带来的伤害。如今志华看完秦南的日记，才知道他这些年来过得有多苦，才知道平时他轻松笑容的背后，是一个伤痕累累、咬紧牙关的灵魂。你一直对我很好，不过你回答我，你这是出于对我的怜悯吗？什么？你因为可怜我和东东是孤儿寡母。不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怕，我真怕。我和孟斌就是被一股可怕的势力硬捏合在一起的。当时我们彼此在绝望中寻找怜悯，寻找寄托。经过这么多年的波折，我才理解，那不是爱情，不是。今天奇怪，我今天怎么把什么都跟你说了？我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反正我明白，你也明白。在暖暖的灯光下，他们没有亲吻和拥抱，没有山盟海誓，也没有说什么我爱你这样不值钱的话。两人只是单纯的坐着，相视而笑，便将余生托付。如今当我们变得越来越物质和世俗的时候，就越向往有这么一份爱情，可以不问房子，不问财力，不问过去，不问将来，只问你是否爱我，是否愿意和我一起粗茶淡饭，共度余生。